来杀你的。 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呀。 这不像是要下雨啊，那是雷无杰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10吨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杰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。 看这情形，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木良城，顾剑心，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 你说什么？那小夯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儿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愿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。 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夯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 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雷无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1天才？ 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：“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1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百晓生的弟子，北离6皇子萧楚。
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4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衣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，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我也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！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力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雷无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啊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
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情，采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什么？萧瑟！不行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三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？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一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。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。
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，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心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由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邪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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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心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血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不想，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
说的是这个小夯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敬周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印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印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二人一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看好了。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，少林寺的入门拳法。嵩山脚下花20文钱就能买到一本秘籍，我家店小二都会几招。啊！刚刚那套大罗汉拳，只是前一半。后一半是伏魔拳，二者加起来，才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后一半比较难，我手把手教你。剑舞轻波叠涟漪，吹风化雨小惊奇。霜雪不完悲与喜，梅花醉将断戈壁。秋出茅庐青色不可及。鸿鹄展翅，苍茫秩序，无所谓命格错综不拘，破天际，渐渐此个谜题。轻罗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。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。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，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。
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，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于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席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？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？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5大剑里的第2高手长相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，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于师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的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魔教东征，雪月城拦住了。12年后，一个少主归山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年轻一辈的事，就让年轻一辈去解决，解决不了了，才轮到我们这些老一辈。我已经传书给唐莲了，他收到传书，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写了什么？就像师尊12年前写给我们的信一样。
这下的什么棋？这雪月城里，你练你的剑，我酿我的酒。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螺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一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一数二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秦明蕊。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，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。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，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瑞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
事。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件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，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，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球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
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押什么？我赌556。到。你，好，押定离手。随空时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绕。
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这新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雪月城的必修课程。
你且听好了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墟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墟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，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墟之阵，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舞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墟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墟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断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了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杰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
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你好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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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
双，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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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！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。我的师弟啊！师弟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放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，我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冷静！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昕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元气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
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隐。心魔隐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隐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吴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吴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吴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